好，我们今天介绍中医的经典方子，叫桂枝甘草汤。我们会从3个环节来说这个方子。第一个是这个方子的基本情况，比如说里面有什么药各自的药量是多少，怎么煮怎么服用，几时服用等等这些注意事项第二个就是方子的作用，也就是说适应症，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什么人可以用，什么病可以用，这部分我们会分成3个小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是讲这个方子最早的发明，它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另一个部分是讲这个方子在后来发展里面，一直到现代临床它的用法拓展对。第二个部分讲的是方子的叠加作用第3个部分讲的是涌现作用。那至于什么是叠加作用，什么是涌现作用我们在上个视频有详细谈到，大家可以回头看看。第3个环节我们就会介绍一些经典的案例给大家具体看看明老中医和我们自己在临床使用的经验，给大家参考，增加信心这是我们大概会讲到的内容可能有点长所以我们会分成上中下3个视频来分享，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来介绍今天的主角桂枝甘草汤桂枝甘草汤它首次被记载于东汉末年的《伤寒论》里这是一部讲怎么治疗急性感染性疾病的著作我们频道里有专门讲这本书大家可以看看。那如果从头学习的话，大家就可以在日常生活里解决一些常见病非常推荐大家一起学习那《伤寒论》里有398条，桂枝甘草汤就记载在第64条。原文是这样说的发汗过多，其人插手之冒心，心下积郁的暗者，桂枝甘草汤主之。发汗过多讲的是既往时也就是病人之前接受过的治疗。那其人插手之冒心，心下积郁的暗者，讲的就是既往治疗以后，病人又出现了新的症状。这时候解决的办法呢，就是用桂枝甘草汤就你不知道是之前错误的治疗，还是说疾病原来的自然的规律进展？它是用药过出现的症状，而不是它原发病。副作用为什么是我们这样判断？之后我们会讲到。那桂枝甘草汤针对的是医生用药以后病人出现的不良反应而发明的这就是这个方子的缘起了那故事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我们慢慢来还原。比如说诊所来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得的是什么病？我们可以确定是急性感染性疾病，是吧？因为这个方子的大背景是讲急性感染的伤寒论嘛，是吧？那么在面对急性感染的时候中医会用到所谓的产热法为什么？因为中医观察，在药物被发明之前人体会通过发烧把感染治好，是吧？所以中医就认为在感染的情况下，适当的发烧是有利于病情恢复的而且越早发烧，病情好得越快现在医学也证实了这一点，是吧？我们在讲中医抗疫的战术思维里面有详细谈大家可以看回去我们做了很多铺垫的，对吧？那么中医在感染早期，病人还没有发烧，或者是病人发烧不够的时候就会用一些药物来帮助病人产热在《伤寒论》里最常用的一味药就是麻黄。大家可能不认识麻黄，但是一定听过冰毒麻黄就是制作冰毒的原材料所以现在有些国家它会禁止医生使用麻黄就是怕有人拿来制毒。对那么麻黄它的主要成分是麻黄碱它可以显著兴奋人体的这个交感神经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率我已经尝试过了，一晚上都睡不着就上次急性荨麻疹的时候你有尝试过吧？对吧？只要尝过人都知道它的威力是那么吃了麻黄之后人体会有3大明显的反应除了你刚刚说那个睡不着，心慌也是对，心跳加速，交感兴奋对第一个明显反应就是出汗因为麻黄会提高代谢嘛，对就好像我们跑步运动一样我们的细胞为了维持在跑步运动的这个生理功能它就要进行更多的有氧呼吸那我们学化学就知道嘛那个每次有氧呼吸过后，它那个能量并不是180%转换成这个工作量它其中有大量的热量会释放那么这个热量不能长期留在人体嘛，不然人体会中暑散热，对，它就会通过出汗来散热所以吃了麻黄以后出汗是麻黄的间接作用它的主要作用是提高代谢那么古人不知道麻黄有提高代谢这个作用
他只知道吃了会出汗，然后病人会恢复健康，很直观。对，所以就把这个治疗方法称作发汗法，也就是通过发汗来治病。后来中医发展几千年，医生还是不知道，所以他们就一致的认为这个排汗可以把邪气排掉。就好像以前放血欧洲对。那么这个把邪气通过汗排出去的观点可不可靠其实现代医学证实是不可靠的，因为汗是从汗腺分泌嘛，汗腺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它不可能把病毒细菌排出去但是汗里面有什么？除了99%是水以外，其他都是盐分、氯化钠，还有一些尿酸，还有乳酸这个可能就是他们讲排毒的毒了所以排毒是说得通的，但是排邪气是不太可能的那么我们说麻黄是怎么治疗感染的？其实靠就是提高代谢的产热作用，通过升温把这个病原体抑制住，对然后再调动我们的免疫细胞，活性，把它们一网打尽。对这应该才是发汗治病背后的一个逻辑所以汗出其实它只是一个结果和现象了，所以今后我们不说发汗法我们说产热法，很多人用对了，只是没解释的各有其理。对，民国时期科学进入中国的时候，有很多学者提出来这个问题，对吧？但是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所以现在我们中医教材还是写的这一套，就通过发汗排邪气是吧？邪气是什么？其实都没有讲。虽然这个观点是不太严谨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这不影响中医在临床治病。就行对，稀里糊涂没关系。对，所以以前很多知识分子就说我很佩服中医的临床效果，但是对中医理论不敢恭维，不敢敬而远之。这其实是中医的现状，也就是中医的理论和解读还是沿袭古人的那一套。所以看我们的中医教材一本书是吧？基本就是东凑西凑，把古人的话拼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他会错失使用中医治疗的机会他不知道，因为他觉得听了太离谱，对，你听都接受不了嘛，太玄学对，一点都不科学，更不严谨，对，不好信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才开始这个频道希望大家更加理智的看待中医，还有自己的健康。因为古人有所谓汗出排邪这个观点，所以就会衍生出进一步的治疗原则，就是汗出的越多越好。就好像你刚刚说的欧洲的放血，在中医就是拼命出汗所以这里就是写成发汗过多嘛，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一条就讲这个啦。对不过这也要说一下就是《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他其实已经意识到汗出过多的这个弊病，所以他在书中还明确的提到发汗的有尺度。原文是这样说的变身啧啧为是有汗者宜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出。发汗最好的情况是全身微微有汗，四汗无汗那个境界是最好的。真的是在比方说大青龙条文里面都有解释。对，不可以过度，就是提醒不能过度。对，所以他说大汗淋漓的话，那个病就不会好。可以认为这里的发汗过多可能是其他医生或者是说张仲景他以前的经验没把握好尺度就过。对，都有可能。那我们再细说一下这个发汗过多的底层逻辑。大家可能会想一定是麻黄用多了临床没有那么简单，是因为麻黄是原材料，因为剂量比较难把控，因为不同的这个产地还有这个生长条件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就不一样，所以你很难说几克麻黄才是适合。因为有些人会说那就用提取的嘛，提取的比较精准嘛。就算是提取是西药在临床也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吃这个量就会不舒服，有些人就没吃。你很难给出一个对那么中医怎么办？中医就要先确定病人的体质。古人就有总结一句话叫北方人腠理之密，宜发之；南方人腠理疏松，不宜过汗。对吧？这是体质学说了。对。那古人就认为北方人的体质比较强，因为他们长期在那个严寒的环境下，所以他们进化出更加强的保温模式。就是这样，不同地域、不同种族，欧洲、亚洲人也不一样。对，所以它的保温模式比如说它的脂肪比较厚，然后它的皮肤比较紧密。要打开这个腠理皮肤毛孔，还需要加点力。对，它就不能用5克的麻黄，太少了，好像挠痒痒一样没有用。南方人呢，时常待在这个湿热的环境，那些吃的东西盐咸，腠理就不一样。对，所以它进化出更强的散热模式，不然它中暑了，是吧？对啊，所以它比较容易出汗，皮肤比较疏松腠理脂肪比较少，
哦，所以这样的人哦，可能5克麻黄就够了是吧？这就是中医对体质的观察哦。现代人就不能单纯看这个生活环境，对呀、要时代已经变了。对，因为现在有冷气嘛，是吧？真的是。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问病人，他平常容不容易流汗，还有看这病人的体质是壮胖的还是瘦弱的。有些人其实也说不准，你还得摸出诊啊。对，这样就能大概知道了。那么知道了病人大概的情况以后啊，中医也不会贸贸然用大量的麻黄，还是要从小量开始用，这也是医学治疗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我们的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多么可靠，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个具体的病人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求证，小心试验，绝对不能靠以往的经验，因为人体特别复杂，你找不到2个一模一样的人，最多只能说是类似、相似罢了，不可能一致。所以医生也是人，他不可能100%说可靠。不管是哪一个医生，哪一门医学啊，在病人身上都是需要试验的。它是需要尝试的。现代医学一样的啦。对，很难说是一下手就中。大家下次治疗啊，出现了什么问题，也绝对不要隐瞒，也不要怪医生。我们要积极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医生知道，他才能够进行调整，是吧？那还有关于这个汗出排血这个说法，还衍生出一个错误的观念。既然中医说感冒了出汗就会好，那我就去剧烈运动，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这就和书里说的病地不除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免疫能力它会暂时的关闭，这就给这个细菌病毒黄金的时间来复制。休战期，结果敌方打入。对，所以结果是可能这个感冒更难好，症状更加重。该休息还是要休息啊。对，这可能还是比较好的结局。坏一点呢，就是引起心肌感染。病毒性心肌炎。这个临床还是真的有。很多。严重的话就会猝死。尤其是年轻人。对。去运动啊，以为自己体质好，对啊，打球那个汗出了就会好，其实没有。就临床的确有猝死了。很多。现在张雪峰不也是在跑步以后他是猝死的？对。也是心源性的猝死啊。其实人没那么容易猝死，他一定是以前有什么病根留下的，所以没有捕捉到之前那些症状胸闷啊之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出汗是结果，产热才是目的。对。所以感冒的时候喝一碗姜茶可能更好，不需要那么折腾去剧烈运动，对吧？好，这一集就有点长了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喜欢我们内容可以按赞订阅把影片分享出去，我们下次再见。